满满的 pavilion 味道，你觉得吗？每一部电梯只是服务一间单位而已。如果你想要在达曼 OUG 找到一个又新又贵气又大气的全新高级 condo 的话啦，这个 Maple Residence 已经做好了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在影片还没正式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然后我会慢慢给你体验一下这个 Maple Residence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我们马上进入视频。它这一个的亮点啊，它是 residential title 的 freehold 的项目来的，所以很难得在今时今日，如果你讲在这种湾区，尤其讲靠近 KL、靠近市区的，是几乎是很难找到那种全住宅这种地契的项目的。所以 Maple Residence 就是其中一个啦。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享有更低的这一个水电费用啦，然后你的门牌税、地税也会比较低啦。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 里面的范围内呢，它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商业活动的啊，所以这一个就能够保障到你的隐私。然后再来呢，它这一个是总共有3座塔 ABC。Tower ABC 里面的单位啦，其实都有不同的户型的。Tower A 呢是注重在小户型，我也是希望在这一个影片能够带出的信息就是它的这一个发展商的背景啊，是值得你来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WCT 呢，其实是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被这一个 Mountain Group 但 Sri Desmond 就买下了它大部分的股份，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哦，这一个 WCT 和 Mountain 这2家公司可以讲是 brother and sister 这样子的 relationship， 所以你们可以去这一个 Mountain Group 的 website 看哦，它 under construction 的这个 business 啊，就你会看到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是在 Mountain Group website 里面的，所以这一个是 Mountain Group 起的。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 是由 Mountain Group construct 的呢？它也是建这个 Pavilion Damansara 的，所以由此可见啊，你买到的 Maple Residence 其实是出自于同一双手的，所以它的品质、它的这些材料、它的手工绝对是顶级的。所以你在这边你能够买到一个比起Bukit Jalil便宜一点点的价钱，但是你拿到的那些材料啊、手工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绝对是顶级的。好，所以说事不宜迟，我们就带你去参观一下它的实体是怎样的啦。一进到来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 呢，你就被这一种很大气、很豪华的大厅给欢迎了，而且采用的都是这种非常高挑，我这样目测啦，至少有3层楼高 ，OK，2层半、3层楼高的这种。天花板的高度，所以是非常大气、非常豪华、非常漂亮的一个设计来的。这一个的 multi-purpose hall 不在第7楼，它在这一个 ground floor 这一边。它有好处的，因为你看啊，如果你从 visitor car park 一上来的话，直接就来到这边，所以你的亲戚朋友不用特意上去楼上，因为有一些 condo 它把那个 multi-purpose hall 放在楼上的话啦，变成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来哦，可能 owner 要下来带他们，所以这个就解决了这一样子的问题。然后加上外面这边还有很大的这种招待厅、这种 lounge 的地方，还有很多 sitting area 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不错来招待亲戚朋友来办活动的一个地方来的。这里呢就是它的 lobby 啦，它的大厅啦，3座塔的大厅的设计都是大同小异的，很高挑的这个天花板。就回到 hotel 的感觉这样子，它每一个 tower 呢都会有2个 lift lobby 的。你看它的 floor plan 啊，它是分成 left wing、right wing 哦，左翼、右翼。每一个 wing 呢 ，Tower C 里面的每一个 wing 里面呢都有4部电梯，所以是非常足够的电梯来服务这里的居民的。这个开发商它的设计啊，可以是说很 thoughtful 啊！你看这一个走廊除了够大啦，它已经有做好这一些窗户，就算这一些是 opening 啊，下雨天它是不会喷雨进来。这个是我在另外一个channel做 podcast 的时候，从那个 property manager specialist 学到的。因为有了这一个东西啦，你就不会那么多水喷进来嘛，变成你这些墙壁啊比较容易maintain哦，所以你的maintenance就会比较好做，所以长期下来就对 property 是好的。这一间呢，就是要给你看的，就是这个1378方尺的户型，它其实是一个双钥匙的户型来的，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双钥匙户型蛮 practical 是什么呢？它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用途。你看这一个满满的 pavilion 味道，你觉得吗？你看这一个客厅啊，2、4、6、8、10、12、14，接近13尺多啦。
的客厅，然后再用一个非常高挑的天花板设计，真的是非常大气的这一种户型。然后都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这一种格局啦，然后一样也是有这一个干式厨房的分离。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是没有压的？看它的洗衣空间就是室内的。其实如果是看手册来讲的话啦 ，brochure 里面的那一个平面图，它 label 这边还是一个压。这样这一种设计有什么好处呢？走廊是绝对看不到屋子里面的，是不是？因为它全部都是封闭的嘛。然后加上它每一间房间它的窗口是面向外面的，是绝对没有一间房间的窗口是可以看到走廊的。所以从这样子的设计我认为啦，它把这一个项目的定位放在这种中上高端的。它这一边主要的这个单位它还是依然有3间房的。所以如果你讲你是拿来自己用的，哇，有很美哦，讲真的。它的这一个地板用的材料非常美耶，真的很美。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强联手带来的这一个结果咯。WCT 它是以这一个 construction 来起家的，然后 Pavilion 这一个开发商呢，它是以这一个高端住宅项目作为它的这一个 selling point。OK， 它的卖点，所以当这2个发展商结合在一起，也不算结合啦，因为同一个老板嘛，所以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咯。手工又美，材料又美，然后全部哇，你看了这个窗口很大个哦，刚好这一间是面向这一个吉隆坡的市景的啦，它也是有一些单位呢是面向高尔夫球场那边Bukit Jalil那一边的。因为其实以前呢，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它就正刚好就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嘛。你看前面就是 Kesas MR2， 然后旁边这边就有一个 Max Highway。其实你这样认真听其实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因为它这一个用的材料是很厚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它的另外一边 Studio， 就是一个套房咯。这种 Loki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因为第一，它主要的户型它还有3间房，所以一个那种中小型的家庭你还是可以用主要的户型。然后这边你要来出租也好，还是你要把它做成你的工作室，再不然就是2代同堂咯，长辈房，然后自己的家庭在那一边呀。所以这一个是蛮 practical 的，在这一区来讲的话啦，是蛮符合这一个地区的消费者的户型来的。这一个 Tower C 它不只是大单位，它不只是大户型，它这边它是非常少单位的，1、2、3、4左翼，1、2、3、4右翼，所以它这一边有4部电梯啊，1部电梯服务一间单位而已，厉害吗？主要就是它这一边的设计它还是用这种非常高挑的这个天花板，所以变成整个活动空间就会很宽。然后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让它比较通风啦，然后你就可以有这种很精彩的这些活动在这一边。这里提供的设施其实是挺简单的，它就在7楼，然后3座塔共用第7楼的所有的设施。它有分成室内还有户外的那一些活动那些设施的。我就讲那些室内的比如说那种游戏房啊、yoga room 啊、阅读房啊、那 reading room 啊，其实他们做到真的是很精致。它就是给你一种好像真的是在 hotel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这个是我的感觉啦。然后它的泳池呢是直接面向那个 Bukit Jalil那一边。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里它的这一个设施的楼层这一个范围它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一些 landscaping 这种绿化，所以整体来讲是挺舒服的这一个地方。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因为你看，在我身后呢，这一个其实就是那一个吉隆坡市景啊。今天的天气有一点点蒙，是看到那个118的。所以这边看烟花绝对不是问题，因为你看它下面这边其实就是这一些 OUG 的那一些排雾了的呀，所以这一边绝对 unblock view 来的。总结一句啦，如果你要找这种它不只是 low dance 知道吗？这种很隐私的
很具有隐私的这一种概念的话啦，真的这一个项目值得来看。所以我会讲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 呢，它绝对适合买来自己住的。OK，so 目前这个是我能够给出的观点啦。但当然，如果你要来看实际的，也是有一些 original 那种交楼标准的啊，你也是可以联系我，然后我带你来参观，来体验一下这一个 Maple Residence。So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的 Facebook page。我们下个影片见了，拜拜。这边将来咯，它会有这一个 existing 已经有这一个出口了的，所以 residence 是需要通过这个出口，然后它这一个 township 它开了这个第一期过后啦，它这条马路就去做好了，到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到去那一个 food merchant 那边了的啦。所以你就不用回去大马 OUG 里面转一个圈，然后再回去的，所以方便。